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第二次的实验。那这主题呢是在了解每一颗 IC 的所谓的 AC 的特性，还有它量测的方法。那这特性AC 特性也是一样，它有4个。那今天老师会讲快一点，尽量让大家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实验。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熟悉你手边的这些仪器啊。那今天量测最主要是透过示波器。那示波器你要做一些时间还有电压的那个测量，这个部分你就需要用到cursor。那cursor的使用就是我们在期中考的时候一定会考到所以一定会有题目让你需要用到cursor。所以今天的练习今天的实验请大家务必要在时间内把它做完。那前面呢我们要讲一些那个背景的讯息这边呢老师画了一条线就是这个线那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你可能都会知道说这个是低电压低电位，这是高电位那低电位就是 low， 高电位就是 high 嘛，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它就是这样01 00 100这个就是这个呢我们通常这样画，这个横轴就是时间了这时间就是这条线上这个电压的变化，你可以说它是01 00 100，你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00 11 0000 11 0000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只是给你这样子，事实上你根本不知道，没有办法精确的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没有办法所以在数位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都会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 clock， 所谓的这个时脉因为有时脉你才知道说这个每一个讯号每一笔之间的 boundary 在哪边每一笔的 boundary， 当然这个可能通常这个就是 high 是1，可是它可能是1个1，有没有？它也可能是2个1那现在都是所谓这个数位系统你的真实的讯号你看到其实是连续，就是像这样，虽然它会上下震动，可是呢它还是一个连续的这个波形，所以连续就是一个接一个啦就是它会连接着啦，不是一个接就连接着的讯号那现在的数位系统呢，因为这个资料数位化其实最大好处就是那个你可以复制复制不会衰减，然后呢你也可以有一些容错的机制在里面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就是这个是一个反向器这是6个反向器那我们在讲说这个在真实世界里面呢，这个讯号大概会怎么跑那通常一定是这样嘛，你的 output 这是反向器对不对？2就是它 output 会接到另外一个逻辑闸的 input那逻辑闸 input 通常都是一个电容它是大部分都是 CMOS 做的，所以它是一个电容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电容性的负载好，那如果呢所以我们的这个表示的方式这个是逻辑闸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电容性的负载，这边就会有一条很长的这个线这边是要跟大家讲说，那这真实的讯号会长得什么样我们都会觉得说这好像就是一个高电位跟低电位嘛那事实上在那个讯号线这个线里面它的这个讯号就会长得这个样子它其实会抖来抖去尤其在这个频率是很高频的时候，就是这个时脉很快的时候，这个抖的现象更严重因为另外一个就是你那个长度，这个线路很长的时候，这个讯号呢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变形那这个图呢是跟大家讲说，那我们在做量测的时候尽量都是靠近你的负载端负载端，因为负载端才是下一个的 input 这是 output， 这是 input， 所以我们看的是下一个 input， 中间它怎么变化不管它，因为这不是它
接收端看到哦，所以我们只 care 是接收端这个地方好不好看啊、那接收端的讯号呢，它就会看到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讯号呢会跟这个你的传输线的长度会有关系啊、这个越长呢越丑啊、比方说这是一个模拟图这个摆的比较小，这是2寸哦，它的距离是2寸，那摆的比较大，这是3.5寸哦，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观察到哦，线越长，讯号越难看，所以难看就是它会抖动的更严重哦，你越长这个就会更严重。那因为更严重会什么样的问题？高没有差，这是高电位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高电，这是低电位，高没有差，太高没有差，可是太低是怕会坏掉而已但是通常应该还好可是低会怎么样？你要看这个低会低到2伏特，这个有可能就会让它误判就会让接收端误判说，它其实不是高而是低这个低对也是一样它可能会超过1伏特，这个时候它有可能会判断这个已经不再是 low 了这样就造成资料的错误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接收端是在这个地方去抓资料？它抓资料通常就是一个瞬间如果接收端是在这个地方抓资料，其实是不会错；如果它这个地方抓资料就会错。所以什么时候抓资料，才是决定这个会不会错的关键是在你到底什么时候抓资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抓资料的那个瞬间资料不要错high 的时候就该 high， 够 high，low 的时候就够 low， 这样系统就不会有问题不好看没关系，一定是不好看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讲什么叫这个 timing 的这个意思就是简单讲，就是接收端它并不是一直在抓资料，它其实抓资料就一个瞬间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系统都是所谓这个一定有那个 combinational 的那个线路嘛，一定也会有所谓的 sequential 的电路，那 sequential 的电路就要靠什么？这个 clock 来抓资料，所以它抓资料只有一个瞬间就是那个 edge 的时候就是不是 rising 就是 falling就是这样个时间点它会抓资料那这是一个示意图就是 晶片 B 嘛，然后他们会有资料送过去 signal， 那这是它的 clock这是一种示意图那它送2个东西到 B 那一个是时脉，一个就是它的讯号。那它老师这样画呢，是意思是说，它走的路线长度可能不太一样。那长度不一样，就代表它的时间会不一样。好，那下面这个图呢，就是说它会有2个讯号出去嘛，所以上面这是 clock， 它是周期性的。下面是 data 这是 signal 的部分signal 的部分那这个是它的相对的时间点相对的时间点。那你就是这边假设我们是看 rising edge 那你把B 收到的时候，它看到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这时间差就会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条线比较长，所以它比较慢。OK，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output clock delay 就是说它什么时候会有反应等一下我们看这个在 IC 里面叫 propagation delay 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接收端呢，它 care 到2个，一个呢是这个在上课也有提到这个是我在抓资料的 edge可是呢我在抓资料 edge 的前面有一段时间叫做 setup time， 后面有一段时间叫 hold time 这个意思是说你给我的讯号，我虽然在这个时间点抓资料，可是你的讯号呢在 setup time 的这段时间就要是我们叫 ready 就你就一定要是 OK 的你如果是 high， 像这个是 high 对不对？它就要这个时间就维持是 high它维持 high 这样一段时间，而且呢结束了你还不能马上结束，你要还有一个 hold time， 所以这段时间 setup time 加 hold time 就表示它至少要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是在 IC 里面呢它都会
那个定义到说哦，我的 setup time 是多少，我的 hold time 是多少。啊，这个是一些简单的结论哈，就是那个输出的变化啊，并不是瞬间，会有所谓的 propagation delay，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啊。那在特定时间抓资料，啊，这个是 age， 可是今天我们可能没办法看到这个啊，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些实验来看这个啊。那他在抓完资料抓资料的那个瞬间来判断啊，到底看到的是 high 还是 low 啊？它就是有没有那个 VIL 啊？它是这个两个 threshold， 这是上个礼拜看到的 DC 特性啊。那如果不是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个电压的变化没有意义啊。好，那刚刚讲到那些要去计算什么 setup time、hold time 啊，然后那个线路延迟的时间，那个就是叫 timing 的分析啊。这是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到。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实验呢，实验对象呢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inverter， 它有6个 inverter 那个型号呢是7404是它接角图的样子。那这是它的特性之前我们有学过这个吗 ？input high、input low， 它的参考那个准位在哪里？这个是 output high、output low 这个 typical 是 3.5、0.25那它真正会跑到稳定的 high 其实都比 3.5 高了今天也要再量一下这颗 IC 它的稳定的高度high 的电压是多少？好，再来呢 ，AC 特性就是今天要做的通常它会描述这两个，一个叫做这个 P 是 propagation 的时间，然后呢是什么 ？low 到 high，LH 嘛，就是 low 到 high， 这个就 propagation 的时间 high 到 low， 这个只输出了。我的输出如果从 low 到 high 要花多少时间？这个反应这产生反应，就是我的原来是 low， 因为你给我的 input， 所以我要变成 high 嘛那从你给我的触发，你给我的讯号到真正产生有反应，花了时间那通常会有这个 test condition 就是我的给的电压是几伏特，这个就是你的负载负载是多少那你负载改变，这个可能也会有一点变化了。那这个是刚刚这个是 Motorola 这是 Motorola 的 IC 这个是 TI 的 IC 他们很多家都会有这样的型号可是你如果仔细稍微看一下这个会有一点点的数据上的不太一样像这个 propagation delay 它大概12跟8嘛，最大22跟15那你如果看刚刚这个这个是9到1015所以 Motorola 可能是会比较快一点点好，那这是我们测试的方式基本上其实就是我们用个 function generator 然后因为它是 inverter 嘛，所以你看到它就是一个反向。那我们去看看这里的变化我们要看的是 V in 跟 V out 就是说这个是 input 的，它是一个方坡那它反向对不对？所以它是 input 是这也是 low 嘛，所以这是 high。那等到它 input 是 high 的时候，这要变 low， 所以它就反向。可是这时间的变化会有一个变化的时间这个就是 propagation， 这个是由 high high 转 low 要花的时间。那这是从 low 转到 high 要花的时间是从这里到这里那这量测的点就是这个也不会是90度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斜线，这个斜线的一半，这个是往上跑的一半，这两端的时间差propagation delay 算法就是一半一半这50%去算它的横轴，就是时间上的差异。另外一个我们要在量测是两个，一个叫 rising time， 一个叫 falling time rising time 指的是说它从 low 变到 high 要花的时间那 falling 就反过来falling 就是 low 这个 high 到 low 要花的时间
所以总结来讲，它有3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它跑到10，就是这边是0，然后10%的时候，50%的时候，还有什么90%的时候，我们要算是 rising time， 就是当它，这是out， 我们看 out 哈，out 从0跑到10% 到90% 的时候，这段时间差就是 rising time 那如果从90到10这段时间就是 falling time 然后这是一个单一讯号，那如果是这2个讯号来看的话，就是这个讯号的 50%， 这个讯号的 50%， 这2个时间差，这个就是 propagation delay。那这是今天我们实验的目的，去了解这4个参数 rising time、falling time、propagation 的 low high、propagation 的 high low。那你可以接负载，就是说接0个逻辑闸，1个、2个、3个、4个，你可以去观察看看因为负载而造成的变化，然后呢去科舍去量时间，然后截图。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的接线图这个你可以用 function generator 产生一个方坡，然后呢是你的 output， 然后呢 function generator 的这个地方用 channel 1 support channel 1勾一下，这个 output 的 channel 2勾一下，看看这2个讯号的差别。那对一个单一的讯号，你就要看的是单一讯号指的是这个 channel 2这个 channel 2的这个讯号，你要看的就是它的输出的 rising time 跟 falling time， 这是看单一个那2个讯号差就是看这个 propagation delay 就是说这个往上跑 50% 的时候，这个往下跑 50% 的时候，这2个的时间差，那就是它的 propagation delay 它有2种两个都要量。那什么叫做增加负载？就是你把这个2是 output 接到3，那就变成我接了一个负载，推动一个逻辑闸推动2个呢，就是把它再接到5这样它就推了2个逻辑闸你要接到3个，就是继续增加就是再把2再接到13， 2接到14它就多了逻辑闸多了推动的逻辑闸这样那请你把它写在表格里面，然后呢记录一下这4个这个4个参数。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实验的样子首先呢，你需要用讯号产生器产生一个方坡那如果以这个型号来讲方坡也就是低是0伏特，高是5伏特的一个讯号，所以你的 amplitude 应该是在5伏特 offset 在 2.5 伏那因为这一台呢，它刚好有一个这个 sync 的 output， 所以你只要接到这个，它其实就会是一个 TTL 的讯号那这个要打开，这个没有打开应该是没有，看一下它还是有再来呢，就是你的电源供应器，你可以用到最右边这个这个 default 就是5伏特，所以你就不用再去调然后呢，这个大概我们是接线的样子那个14片呢是电源的5伏特，这个7号呢是ground 要接几个因为讯号产生器的 ground 也要接在一块，然后呢碳棒的 ground 也要接在一块，所以我接了3个电源、讯号产生器还有那个示波器的 ground。示波 ground 你接一个就够，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系统，所以你接一个 ground 就 OK 了再来呢，这个讯号产生器的讯号接到第1 pin 嘛 ，output 就是在第2 pin那期中考的时候呢，请你要拍照把它线弄好，这样才看得出来你从上面拍下去才看得出来说这个接线怎么接那你线全部都交叉在一块的时候就很难看了，根本看不出你怎么接所以期中考的时候呢，你这个接线图要拍，还有你那个电路图也要画你要画电路图，然后附在 Word 上面去就是我们的实验的内容做什么，就是期中考就要做什么。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跑出来的结果是
长得怎么样 ？OK， 这是我们的示波器的样子，我调好一点。OK， 好，这样子。好，你如果按 Auto Set， 一指神功大家都会 Auto Set， 你看到是这样。这是你目前 Auto Set 之后看到的样子。可这个没有办法量测啊，所以你一定要去调整其他，你才有办法量。你没有调，根本没有办法量。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有没有，就是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地方这个上面是 Channel 1， 下面是 Channel 2。那我们要看的，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Output， 这个是它的 Output。我们要看的是这里。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是把它 run in， 慢慢看 run in 之后，有没有？它就开始会有变化，这样，它就让你比较看到比较细节的部分，所以它不是马上就 high 变到 low， 或 low 变到 high， 并没有这样子。好，那我们把它弄好看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调到，我习惯是把它调到这个虚线上，这样一格是2伏特嘛，所以你可以看到2格半差不多就5伏，下面也是一样把它调出来一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我把它调到虚线上，两格半，但是呢，你要量测，你不可能是说看起来几格，没有办法，量测并不是这样量，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 cursor 的这个指令，这个，那它有几个功能，你按它就跑来跑去了，你按就跑来跑去，那我们你可能需要用到的是按第一次会跑这个，这个是转动，按第一次，好，我们就可以先来看一下，观察一下，那你这个自己要做记录，你会看到这个 cursor 这条线颜色，就跟这条下面的 channel 2，上面是 channel 1，那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切换，它是现在是 channel 2，因为有没有它沿着 channel 2跑，所以现在是 channel 2。好，我怎么把它切到 channel 1？其实就是按一下 channel 1，有没有？它就颜色就换了，然后呢，这时候再按 cursor，它就会跟着 channel 1跑，所以我终于知道怎么调了，终于知道怎么调。好，那可是我们要看的 channel 2嘛，所以我们看，其实都要啦， channel 1 channel 2都要，所以呢，我们先看 channel 1的好了，因为我们要看 50% 嘛，好 channel 1的这个 low 在哪里？这一个准位呢是在差不多80 millivolt， 所以大概差不多是0的地方了，然后再换另外一根这个，这个呢，我们通常我们不要看这个跑上来，我们还是看这种比较平的地方，它到最后这边才会比较平，因为这个会翘上去，然后再平，我们大概可能看这里的5.04，所以差不多就是一半就是 2.5 了，所以50%的地方差不多我们就找大概 2.5 的时候，2.5 差不多在这里，那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你可以调这个呢是 trigger， 这 trigger 的 point，trigger 这边有跟你讲几伏，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调到差不多其实就差不多了2.48，所以这个超过 2.5， 所以这个点有没有这个点这个点差不多就是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到很准确，因为 2.48 下一个就 2.56 所以差不多就在这里，这个 trigger 到这个点，所以它就会把它放在正中央，所以这一点差不多就是 2.48，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调这个 trigger 也可以，这个 trigger。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它的 propagation delay， 就是切换，这个就是high 到 low 的 propagation delay。OK，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是这一个嘛，这个时间点正好在正中央。再来我们要看 channel 2的 high low， 那所以 channel 2的 high low 就是按 channel 2，它就跳过来，然后再按 cursor。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low 到多少？这个是100，其实80、160了，80其实也都很小了。然后呢 ，select 在这里，这个是 high， 这个 high 就比较高一点，5.2，所以5.2加160好了，就5到5.3几，所以大概就是2.6吧，2.6。所以我们这要看就要看2.6。我一个把它放这一根放在正中央这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看时间差嘛，所以我再选这根，我让这根跑，实线在跑，我时间要找2.6，把它再放大一点，好，我要找的是2.6，所以就看2.6，差不多2.64、2.56，反正它会在那边跳，你不想跳，你可以把它 stop，你可以按这个 stop，它画面就会固定，你就不会一直跳，这时候你再跳，可以。这样不行，因为它那个电压就不会跑。OK， 所以还是要动的时候去调。好，那这样差不多了啦，所以这个时间点是上面的一半，这个时间点是呢下面的一半。那 propaganda 在哪里？在这里两个的时间差，这样直线的时间水平距离。那水平距离就是这个 delta 时间，这个是时间的距离，这个是电压的距离时间距离就是 24.6 nanosecond。24.6， 你就请你把这个记录下来。好，那这个是输出从 high 变成 low。好，那我要看反过来的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看？非常的简单，我们去改这个 trigger 的 menu 右边这个 trigger menu。trigger menu 现在抓的是什么？这里 rising 就是抓上面的 rising 的地方。那我可以把它切换，我可以切什么？抓 falling 的地方，我可以让它切抓小的，抓那个 channel 1的 high 变到 low。OK， 那这个时间应该还是 2.5 伏看一下。对，是这边trigger是 2.48 这个是 2.48， 所以是还是 OK 的所以这一点就是 2.48， 所以这个这个时间点是我们一个参考的准位。再来呢，我们也是要把这一条弄到 cursor 把它弄到刚刚大概 2.6 嘛，这里我们把它弄到大概 2.6的地方。差不多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在抖所以表示它时间有些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是这样因为示波器其实就是拍照，它把很多照片放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些会抖动没关系，差不多就在这里。那这时候你看到是32 nanosecond ,32 nanosecond这看起来好像比它的 datasheet 上面描述的稍微高了一点稍微高了一点。好，这个是propagation delay 所以再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 rising time 跟 falling time。
那 writing time 就是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 writing time。好，那我们要看哪里到哪里？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90%，所以刚刚大概是5.2嘛，乘以90%，啊，90%，所以大概5×9=45，可能大概4.6、4.7，哎，大概4.7啊，好，我们假设在4.7，你就把这个调到4.7，啊。啊，在4.7、4.8，啊，你看我会在那边跳，好，没关系，啊，那10%呢？10%，这个5伏特的10%差不多就是0.5嘛，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再切，这个就要在哪里？0.5，哦，大概就500-600 millivolt，好，你自己算一下哈，10%大概在多少？90%大概在多少？好，我们大概用500多啊，好，啊，差不多500-600，好，那这样的这个时间差就会是59 nanosecond，那59 nanosecond，啊，这个以刚刚的电压序来看，似乎是比较偏大一点啊。那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个 channel 的那个频率响应可能没有到那么高啊，但是没关系，实验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怎么用啊，怎么用。好，最后面我们来再看一下哈，实验课我们用的是这个 HC04，所以老师把 HC04的资料再把它抓上来看哈。它的switching 的 characteristics 啊，如果它的 VCC 是4.5伏哦，我们大概是5伏特，5伏跟4.5伏差不多了，它应该是大概20几这个 nanosecond，然后这应该它的 rising time falling time 啊，大概也是不到20啊，好 这是 maxima 的值啊，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是比这个还要大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老师有去改变一下这个负载啊，我把它加上1个、2个、3个、4个负载，其实差异并不是很大啊。那跟那个 data sheet 有不一样啊，那这个可能性也有可能是这个示波器啊，因为这个示波器的频宽才70 mega。啊，每一个仪器都有它的这个频宽了哈，这频宽是70 mega，我不太确定70 mega，去量测足不足够，因为它的频宽其实没有到很大啊，那这个老师有空再做验证啊，再拿其他的示波器来确认看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做你就是只要去量这4个参数的特性啊，去抓它的图形，然后把它的数据啊用 cursor 把它量测出来啊，这样其实这4个数据有这样就可以了啊。那目的是你一定要会熟悉 cursor 的使用方法啊才可以。